拜登政府最近陷入选举困境，他有可能要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应对？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美国民主党在其国内大选中遭遇了挫折，引发了外界对拜登政府改变外交政策的猜测。普遍的观点认为，这些挫折有可能会对白宫的对华政策产生直接的影响。民党最引人注目的失败，共和党的格伦·杨金在州长选举中击败了特里·麦考利夫，民主党只在新泽西州州长的选举中获胜。我们国内的一些专家分析认为选举的结果对民主党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挫折。当民主党在选举中处于弱势的时候，拜登就有可能制定出更加混乱的政策。经济增长压力、通货膨胀和持续的新冠疫情可能影响到了这一结果。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新冠疫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约为4万，现在美国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76万人左右。这么严重的死亡率必然会对执政党的选情造成不利的影响。另外呢，美国第3季度的经济数据也开始快速下滑， GDP 的增速从上一季度的 6.7%， 现在已经降到了 2%。 今年以来，拜登政府的某些外交政策决定也是灾难性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军从阿富汗仓促撤军，应该说非常的不光彩，引起了其盟友的质疑和反对，这呢也影响到了拜登的声望。因此，形势对民进党来说是困难的，选举结果可能会对美国明年的中期选举产生影响。除了国内问题以外呢，拜登政府目前呢还企图拉拢更多的盟友，以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那么过去几个月来，拜登政府一直表示，他要致力于向台湾提供安全支援，并与其盟友一起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国还拉拢某些欧洲盟国，继续批评中国的新疆和香港的政策，虽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当然在白宫破坏两国外交关系的同时，他们现在也好像释放出了一些善意，企图修补和恢复双方的一些关系。比如近几个月来两国高级官员开始重新进行接触，以防止局势的进一步升级和恶化。但是他们的善意刚刚表达完没几天，现在又出现了反方向的情况。拜登政府刚刚宣布对华为和中兴实施更为严厉的科技禁运和制裁。其实目前的拜登政府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采取更加务实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中国的外交政策。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是受到共和党内的压力，从而转为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路线。拜登政府面对的困难其实是无法通过对华强硬来解决的。美国与中国合作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正如某些专家所说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中国，而美国可不是一个美国了。因为现在的美国是一个分裂的美国，族群分裂、黑白分裂等等一系列的矛盾，现在他们都很难调和，再加上严重的疫情，那么这样的一个分裂的美国，对我们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想我们可以利用美国目前的矛盾，借助美国内部某些有求于中国的机会，进一步发展中美的双边关系，力争能够做到双赢。总之，不管美国国内的政治状况如何变化，中国完全可以保持淡定。一方面，我们要对拜登政府时不时的释放对华强硬有心理准备；另一方面，也要想办法扩大与美国的合作，对中国永远不会错。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